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2月30日星期六，本频道第96期，我为各位分享了中国规定中国的领海为12海里后，变成国际法的历史真相。我想说的是，现在的国际法就是大国用大炮打出来的。今天我再为各位分享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是怎么用军舰打出来的。各位小伙伴可能猜不到的是，这次的主角是冰岛，这是怎么回事呢？欢迎各位小伙伴订阅、点赞、评论，并转发给更多的小伙伴，非常感谢。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国家的重要海洋权益主要有2个，一个是12海里的领海，一个是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12海里的领海是怎么来的？我本频道第96期和大家说过了，是1958年炮轰金门的时候，中国的大炮打出来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因外国军舰进入了12海里范围而开炮的国家，从此12海里的领海权才成了国际公约，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而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则是冰岛军舰打大英帝国打出来的，和中国无关。冰岛打完之后，这个200海里才成了国际公约。而且那个12海里领海的规矩其实也和冰岛有关，中国是主力，但导火索其实是冰岛。在古代，冰岛是挪威海盗的基地，所以该地区被欧洲各国认为是属于挪威领土。16世纪时被划归丹麦管辖。二战期间，丹麦被德国占领，而为了保住冰岛，英国就派兵占领了这里。1944年二战结束前，冰岛独立成了一个国家，从此和丹麦分家了。英国认为这样做会让自己对冰岛有再造之恩，能让冰岛从此成为自己的后花园。按过去几百年的规律来说，是这样的。但二战后，美国如日中天，非常忌惮那个曾经的大英帝国恢复元气，这就导致英国的策略完全失效了。在实力的巨大差距下，后来被活生生地完成了大英帝国。所有的殖民地都在美国和苏联心照不宣的配合下，给几乎全部切割出去了。曾经的小弟们纷纷造反，冰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共造反3次，甚至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造反，而是单方面欺负英国。但英国在美苏联手胁迫之下，被气得哇哇乱叫，但无可奈何。冰岛刚独立的时候是3海里的领海权利，因为二战前英国是日不落帝国，为了让自家军舰能够在全球所有海域畅通无阻，英国强行要求全球所有国家的领海都必须限制在3海里之内。冰岛本就是英国派兵占领后才独立的国家，当然也是3海里。二战结束后，英国还不算太衰弱，海军力量依然强大无比，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仍然强行要求全球各国的领海必须在3海里之内。但挪威为了独享一些渔业资源，长期以来不同意英国的3海里领海标准，希望把领海权扩大到4海里。英国不同意，双方的口水战从1935年就开始打了。二战结束后，挪威复国，再次要求4海里的领海宽度，理由是捕鱼。英国不松口，双方继续口水战。但这一次美苏都在支持挪威，任何能压制英国的好机会他们都不会放过，所以1951年国际法院做出了判决，支持挪威4海里领海的主张。而事情还没完，看到挪威的4海里主张被国际法院支持，冰岛也跟上了，说自己也要4海里的权利，也要独属的渔业资源。一时间全球所有国家都在要求4海里权利。对国际法院的这个所谓判决，英国坚决不承认，一票否决。我大英帝国那也是五常，也是有一票否决权的，上联合国投票我都不怕，你个小小的国际法院还能管我这个五常？英国的行为遭到了苏联的嘲讽，被苏联当成了北约领头国欺负自己盟友小弟的证据，给北约造成了不利的舆论形象。然后美国就介入了，开始拉架，反复要求英国顾全大局，最后在1956年迫使英国捏着鼻子同意了这个4海里的标准。3海里和4海里有区别，但差不多，和广袤的海洋相比不值一提。
冰岛和英国又没有军事冲突，只是争夺鱼群的话，这不算什么。所以这一次冰岛和英国并没有爆发剧烈冲突。但冰岛是一个渔业国家，附近海域盛产的鳕鱼饱受欧洲欢迎，出口鳕鱼占了冰岛外汇收入的一半，所以鱼群资源对冰岛而言特别重要。甚至冰岛的硬币上印的全是鱼。冰岛的鳕鱼资源长期以来都是和英国人共享的，双方各凭本事去捕，谁捕到就算谁的。在独属的领海权从3海里提升到4海里之后，冰岛人就想，能不能再提升一点，这样独属于自己的鳕鱼就更多了。虽然可能得罪英国，但很明显有美苏的撑腰，风险没那么大，可控。富贵险中求，为了鳕鱼，拼了。在美国介入后，英国于1956年被迫同意了冰岛的4海里领海权，但事情并没有结束。1958年2月，联合国第一次海洋法会议召开，很多国家都提出了要求把领海扩大到12海里的事情，但并没有获得通过，因为英国等海军强国不同意。1958年5月24日，冰岛单方面宣布领海扩大到12海里，9月1日起生效，要求英国渔船退出冰岛领海范围。你在开玩笑吗？我英国迫于巨大压力，1956年刚同意你的4海里，这才2年就要求提升到12海里，这不是蹬鼻子上脸是什么？你觉得我大英是好欺负的？从16世纪开始，我们英国渔船就在这里捕鱼了，捕了足足400多年。自古以来，知道吗？你凭什么禁止我们进入祖祖辈辈传承的渔场？不给你冰岛秀一下肌肉，你这个连军舰都没有的小娃娃国家不知道什么才叫国际规则。1958年8月30日，英国皇家海军派出了37艘军舰和7000名士兵来到冰岛领海，保护英国渔船捕鱼。不愧是大英帝国，够硬。9月1日，在英国皇家海军大量军舰的保护下，英国渔船正常捕鱼，使冰岛的所谓12海里领海通之于无物。而冰岛穷得掉渣，连军舰都没有，全国只有渔船。面对英国的庞大舰队无可奈何，冰岛开始向国际求援，希望有良心的国家主持公道。如此弱小的国家被英国这样的恶汉凭武力欺负，中国自然不会袖手旁观，要帮冰岛主持公道。而且正好我们也需要冰岛这个由头。1958年9月4日，我国外交部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郑重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对于中国的这个声明，英美等国家全部跳出来反对，拒不承认中国的12海里领海权。1958年9月7日，台湾援军和美国军舰驰援金门，进入12海里范围后，中国的岸防炮猛烈开火，雨点般的炮弹落在了美国军舰身边，直接把美国军舰打出了中国12海里范围之外，不敢越雷池一步。9月11日，美国军舰在12海里处再遭中国岸防炮的轰击，被迫后退。从此英美默认中国具有12海里的领海权利，再无异议。中国用大炮轰出来了12海里的领海权后，冰岛就来劲了。英国，你凭什么承认中国的12海里而不承认我的？中国的领海你不敢强闯而敢闯我的，就因为我武力没中国强。我冰岛可是你们的盟友，是北约成员国，你们就这样欺负自己人的？中国敢炮轰，我也敢。于是冰岛就把渔船刷了个漆，改造成了军舰，把土炮装上了船，然后对英国军舰开火，但刻意避免了伤害船员，只是象征性的对海面开火。不过确实是开火了，这很明显就是自杀性攻击。武力上冰岛渔船根本不是英国军舰的对手，但冰岛赌的就是英国军舰不敢还手。第一个原因，中国的12海里领海刚获得承认。第二个原因，美国在明里暗里的帮冰岛。第三个原因，冰岛在地理位置上是在海洋方向上抗衡苏联的第一线，苏联一直在拉拢冰岛。
很会来事的苏联人在宾英两国爆发冲突后，立刻给冰岛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贷款，并表示愿意向弱小的冰岛出售军舰，以便让冰岛捍卫自身权利。美国一直担忧冰岛倒向苏联，因此极力劝和，也为了防御苏联的潜艇及核潜艇，守住挪威冰岛防线是美国自二战后对北约的一贯要求。这就是第一次鳕鱼战争，双方纠缠了3年。因为英国军舰不敢开火，所以完全无法压制冰岛的气焰，而因为距离本土特别近的缘故，在12海里范围内冰岛骚扰英国渔船捕鱼非常的容易。然后冰岛还威胁和英国断交，威胁退出北约，威胁取消美宾军事协定，和苏联眉来眼去。阿英，你要顾全大局啊，美国人说。在美国的劝架中，英国再次被迫同意了冰岛的诉求，于1961年正式承认了冰岛的12海里领海权。第一次鳕鱼战争冰岛完胜，独享了12海里的鳕鱼。但事情并没完。1971年，冰岛单方面宣布自己拥有50海里的限渔区，在这个区域内禁止外国渔船捕鱼，规定从次年9月生效。理由呢？为什么要这么做？没有理由，或者说理由就是冰岛觉得自己捕到的鱼少了，希望独占多一点渔场。在英国人看来，冰岛的这种做法简直就是个流氓、欺人、太甚。没完了是吧？我这次要是同意了你的50海里，下次你是不是连200海里的要求都敢提出来？我大英帝国这次和你死磕到底，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同意这么欺人太甚的要求。在冰岛政府规定的最后通牒时间到期后，英国和冰岛的第2次鳕鱼战争爆发。大英帝国派出了50艘军舰和冰岛海岸警备队的几艘破船对峙，但又不敢打，因为冰岛又开始撒泼打滚了。冰岛再次威胁和英国断交，威胁退出北约，威胁取消美宾军事协定，还宣布打算从苏联购买高速护卫舰，以抵御北约成员国英国对自己的侵略。为了抗议侵略者英国，冰岛的示威者砸碎了英国驻冰岛大使馆的窗户，并要求美国立即撤出在冰岛的军事基地。苏联宣布支持冰岛对邪恶侵略行为的正义反击，愿提供一切帮助。而欧洲和美国都在劝英国顾全大局，因为反正这些国家也捕不到冰岛附近的鱼。50艘英国军舰在冰岛海域晃荡了2个多月，花了30多万英镑的军费，一炮都不敢开，待着也没用，只能撤了。英国军舰一撤，冰岛的海岸警备队就开始嚣张了。他们拿出了为了英国渔船特意研发的武器——拖网线切割机。海岸警备队的船利用这东西可以轻易切断英国渔船的缆线，让极为昂贵的渔网葬身海底。短短1年时间，足足69艘英国渔船的财产被冰岛严重损坏。大英委屈啊，但没办法啊，束手无策。这冰岛情况太特殊了，苏联在前面虎视眈眈，美国和欧洲在后面拖后腿，自己能咋办？最后无奈之下的英国上了海牙的国际法庭，起诉冰岛违反了双方1958年签订的协议，指责冰岛的做法是错误的，是违法的，是不遵守契约精神的，是不讲道理的。英国作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作为堂堂的5常国家，在美苏的联手双簧下被噎得一点办法都没有，居然要上国际法庭寻求公道了。这次把国际法庭当空气的是冰岛，我管你什么1958年协定，那玩意是擦屁股纸，我不认了。至于什么错误的、违法的、不遵守契约精神的，随便你说，反正这50海里的鱼群我要定了，你爱咋起诉就咋起诉。1972年，美国和欧洲国家给英国强力施压，要求阿英顾全大局。英国认输，在美国的劝和下和冰岛签了协定，承认了冰岛50海里的限渔区。而大方的冰岛在美国的劝说下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允许英国在50海里范围内的指定几个海域捕鱼2年，但渔船数量不得超过139艘，年总捕捞量不得超过13万吨。1973年11月，双方正式签约，
从此这50海里的鱼群成为了冰岛的独家权利。第二次鳕鱼战争以冰岛的大获全胜告终。但事情还没完。1975年，冰岛觉得自己的鱼还是不够多，于是向英国提出了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要求。至于法理依据啥的没有，只是我觉得我需要那么多的专属经济区来发展经济。当时全球刚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很多，都纷纷支持这100-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提法，但没人敢去落实，因为不敢得罪强国。但冰岛不怕，愿带队冲锋，因为光脚不怕穿鞋的。冰岛凭自身特殊条件天克英国，压根不怕英国报复的。换你是英国人，当冰岛人通知你撕毁1973年刚签的协议，要求冰岛200海里的鱼群从此都归冰岛独享，你怎么想？这要是能忍，我大英从此改名大英。于是第3次鳕鱼战争爆发，英国再次派出军舰前往冰岛给自家渔船护航。不开火就不开火，这次英国政府想出了一个处理在不开火状态下处理海洋冲突的新办法，那就是授权军舰直接撞击冰岛巡逻船。冰岛巡逻船撞不过英国军舰，但速度比军舰快，于是就跑，然后撞英国渔船作为反击。英国派出高速度的小巡逻船出来后，那冰岛就直接对撞，谁怕谁啊？短短5个月之内，英国和冰岛共发生了55次撞击事件。大英委屈，不是大英委屈，是我冰岛委屈啊！大伙快来看看了，英国佬又欺负人了，撞了我家船只55次，给我们冰岛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坏。冰岛郑重宣布，英国的行为构成了对冰岛的侵略，要求欧洲和美国出来主持公道，否则自己就要退出北约，和英美断交，要求美国军事基地撤离冰岛。然后冰岛以船只损害过多为由，找苏联购买军舰去了，合同都拟好了。苏联表态愿支持这世界上一切对侵略行为的正义反击行动。又是当年的老一套，但这一套非常有用，把英国克得死死的。这一次法国和德国带着整个欧共体，宣布全欧洲所有国家均享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圈，支持冰岛的权利主张，把英国人差点气死。然后美国又出来劝架了，说苏联的核潜艇在北海的活动明显增加，冰岛的潜艇监听站对北约和你英国都非常重要。阿英，你可要想清楚，要是苏联的核潜艇从北海冲过来，越过冰岛第一个到的可就是你英国这。一旦核战爆发，你英国可能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和命相比，那点鱼算什么？以和为贵，以和为贵。至于你英国强烈抗议的所谓冰岛得寸进尺没完没了这件事，以前的事就算了，后面不会了。因为我算了一下，冰岛和英国都享受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后，基本均分了海洋，后面冰岛没办法再扩大了，否则双方的海权就重叠了。你可以利用同等规则反制对方。而这时候的英国，国力已经严重衰弱，远远不是当年的日不落帝国了，只能被迫同意。1976年，在美国的施压下，英国承认了冰岛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所有渔船撤离，双方再一次签署了协议。第3次鳕鱼战争，冰岛再次大获全胜。冰岛并没有发动第4次鳕鱼战争，因为冰英之间的海域已经被瓜分完了，再提出更高的诉求会被英国反用，撒泼打滚借力打力的招数就不好使了，硬拼肯定是压不过英国的。因为冰岛鳕鱼战争的缘故，整个欧洲都承认了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所以全球其他国家也按此标准同等享受，重叠部分就均分海域。这个200海里的规定，就在1982年被写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什么是200海里而不是180或者220海里？其实没什么特别的说法，就是因为冰岛和英国博弈出来了这个数，白纸黑字写成了协议，所以就是这个数。而弱小的冰岛凭借地缘优势4两拨千斤，反复让英国吃闷亏一事，也从此成了国际佳话。这件事背后的核心原因是英国在2战后遭到了美苏的联手打压，
美苏都不希望英国再次辉煌，而让英国欺负任意国家都会助长其帝国美梦。所以美苏就很默契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把英国压得死死的，连家门口的冰岛都束手无策，造的一堆军舰全成了废铁。从根本上来说，这是英国的综合实力已经不足以抗衡美苏了，所以不敢翻脸掀桌子，被整得一点脾气都没有。当然，这件事也引发了连锁反应，那就是英国看到自己花钱造那么多军舰，结果一点用没有之后，摆烂了。反正苏联的威胁你美国是必须要负责的，美国打死也不敢让苏联占了欧洲，不然下一个死的就是美国自己。所以我英国没必要花钱造那么多军备去应付苏联，而对小的威胁我的军队又没啥太大的用，那么维持一点够用的军队就行了，太多了没意义。后期的英国实力越来越衰弱，就越来越倾向于少花军费，把国防压力全部甩美国头上，自己只准备核武器和一点点常规武力就行了，既没办法摆脱美国的控制，又没办法凭军队获得额外的利益，那要军队干嘛？你美国不是天天做局坑我英国吗？我实力不够，确实没办法，但我可以摆烂啊。英国摆烂后，整个欧洲都跟着摆烂了，大家都不要军队了，连国防工业生产线都快给停光了，只保留最低必要限度。美国不愿意自家的小弟们摆烂，但又不想失去对这些国家的掌控，于是就每隔一段时间故意让这些小弟们经历一下战争，以避免小弟们一点常规军队都不留。所以你会发现，中俄乃至于亚洲国家的军力装备远远强于所谓的欧洲强国，并不是欧洲国家养不起军队，而是这些年被美国控制得太狠，弄得养军队对他们而言没有意义了。但中俄和很多亚洲国家的权力是自主的，自家军队是可以为国家争取利益的，失去军队的代价是可怕且无法接受的，所以需要保留。所以亚洲成了怪物房，一个个武力高的吓人，而曾经的强悍无比的大英帝国慢慢堕落成了大英帝国。一个大国无论任何理由都不应该输给一个小国。面对冰岛的权力主张，英国要么立即慷慨地同意，要么拿起武器，把自己的权利捍卫到底。但是英国选择了拿起武器，然后最终又没有成功捍卫自己的权利，沦为了外交史上的国际笑话。这说明英国已经完全无法掌控国际局势了，从做局人变成了一个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棋子。想明白之后，英国曾经试图过反抗，但无效，被美国利用自身实力和舆论优势给吃得死死的。于是最后英国摆烂了，卸甲归田，既然没有权利，那就不承担义务。而中国对此乐见其成，因为我们不但顺路享受了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还收获了一个和美国贸核心不和且武力全废的欧洲，简直是美呆了。因此冰岛发动的鳕鱼战争在我们这边的资料记载中，那是一个完全正义的形象，是反侵略反霸权的战争。没错，这场战争是冰岛反抗英国的侵略才引发的，冰岛是正义的，不讲理的是英国。中美俄和德法等欧盟国家的官方全都是这么说的，英国不承认也没用。多谢观看，欢迎各位小伙伴订阅、点赞、评论，并转发给更多的小伙伴，非常感谢，让我们和我们的国一起逆袭。